心可以吗？非常有跟上，非常可以。是吗？啊，对。我跟你说，你尤其是这儿他得减一点啊，尤其是这儿啊，他得减一点。你跟教练说，把这儿给你搞瘦。都不增肌了。对对对。准备。放心自己，准备。吸气。手放松吗？累吗，同学？累，累就告诉我累呗，好不好？真切体现出了脸上的波澜和紧张，好不好？我希望在课堂上多展现一些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来，一靠位。solo 准备，来，什么问题？刚才什么问题？没看着，你们都没有仔细看，眼睛和头都不一致。准备。你看我干什么？你自己点评啊！你让我给你点评，你好意思让我给你点评？整个重心都不稳啊，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想起来之后，你都没想好你要下一个动作连接是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你只要精力到位就行了，因为你不一定非得说。花了摆了，标了并了，问了尾了，可以吧？没问题啊。可以。来，准备。说话。花了摆了，标并问尾，炮兵还有边跑边炮兵炮，炮兵炮，标兵炮，标兵炮，炮兵炮。放心自己，准备。你让我看一眼。扒了，摆了，标了，兵了，问了，尾了，坡，炮了，兵了，并了，排了，尾了，编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炮，哎，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哎，你先练这个吧，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碰，标兵怕炮兵炮，只不过是中间加了，啊。休息吧。八百标兵奔北坡，跑一休息吧。咱们先那个数个葫芦，相对的两个人啊，互相看着彼此的眼睛，确定一个葫芦，两个葫芦，三个葫芦，四个葫芦，一个葫芦，五个葫芦，六个葫芦，三个，12个葫芦，12个葫芦，13个葫芦，12个葫芦，13个葫芦，4个葫芦，17个葫芦，16个。哎，这什么？怎么15个葫芦还卡壳呢？16个葫芦，17个葫芦，18个葫芦，19个葫芦，20个葫芦，21个葫芦，22个葫芦。哎，你俩在干啥呢？怎么看热闹呢？你俩在这儿？24个葫芦，2个葫芦，3个，26个葫芦。行，来，我们首先确保哈，我们的这个语言要清晰。你那个2K 的喉咙那种的，不要，就一定哈，这个我们是，这咱们演员就是要做到的，自身的能力就是要调动自己。来，看着彼此，愤怒。1个葫芦，2个葫芦，3个葫芦，4个葫芦，5个葫芦，7个葫芦，8个葫芦。
9个葫芦10个葫芦11个葫芦12个葫芦13个葫芦14个葫芦15个葫芦16个葫芦18个葫芦41个葫芦61个葫芦62个葫芦43个葫芦44个葫芦63个葫芦46个葫芦7个葫芦48个葫芦49个葫芦50个葫芦51个葫芦62个葫芦63个葫芦64个葫芦65个葫芦66个葫芦67个葫芦68个葫芦69个葫芦70个葫芦15个葫芦96个葫芦7个葫芦98个葫芦99个葫芦100个葫芦。好，你俩说什么？我要跟你生不起气来。是吗？对，就是我顶到一定的时候，我就感觉，太难了，他两个人都在上台，然后突然一下他换了一种方式，然后我就感觉他换了一种啥方式？就是一种方式，我就不会把这个当做是只是单纯的一个不良的，就是像在读一个台词，两个人说事情。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的情绪就会有波动啊，好的，没问题啊。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有看出来吧？啊，他是蛮外放的，但他的那个愤怒呢，就好像来得更狠一点。坐好，坐好，看着对方，悲伤。18个、31个、19个葫芦，33个葫芦，11个葫芦22个、23个葫芦，37个葫芦24个、25个葫芦，41个26个、27个葫芦28个、 29个葫芦，36个葫芦30个、31个葫芦，15个，43个葫芦，52个34个、 35个葫芦，54个葫芦36个、 ，56个，47个葫芦，58个。 38个、 60个，49个40个、 ，62个，41个，64个葫芦，67个， 42个、 46个，71个44个、 ，72个，73个。对，说到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分析到高潮的地方，他两个人都会到达高潮，到后面的话会有点掉，可能是数不数多。我刚准备起，我准备到7、8个时候上情绪。你觉得他掉是说他的我是说我你就是你感觉是没有那么伤心了，还是怎么？还是说声音没那么大了，还是怎么着？好像这个葫芦一直呼噜呼噜，有点跑，有点跑啊，有点走神儿了，是吧？啊，OK，你俩呢？我能感受到，就是可能更多是来源于对他的感受，没想到我的感受。我都是这样了，我都向你诉苦，什么诉说我的什么什么，然后你还这样脾气的那种生气，所以我就是越想越回去，越想越回去。咱们就是按照他这个给你的这个刺激来啊，就是你讨厌你就讨厌着说，你要突然觉得哎呀，瞬间觉得他有点美，哎，你就心潮澎湃的，然后春心荡漾的跟他说，你别忽略这个人呐，咱演戏不就跟人一起演来吗？互换，我说滚，给我滚！我把面，我对他说，小姐，面来了，王婆也来了。他没有理我，他走到王婆面前，捧起王婆的脸，转头问我锅气呢？我说什么锅的气？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两个大喘气儿就已经把整个就破坏掉了，是因为忘词儿是吗？就是情绪一上来就可能就脑充血不足。对，而且最近碳水一吃低，就那啥记不住东西。哦，明白。你现在在说这段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就是，你不要， OK。
就是你形成毛病了，别这样，OK 吗？好，来，怎么我让我做呀？你们不做呀？训练我来了，我演呢。不是2个人啊，是4个人围成一个，对，4个人站着一个，是可以拉开一点，可以拉开一点。没关系，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故意的。对。给我也吓一跳。你在干嘛呀？他在帮助你，他觉得他在刺激你。你刚才说什么？忧虑。你再来一次。这是他吗？对啊。你们俩看看是什么？来，上。对，你们3位一起看，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快去！你干什么？你怎么回事？你看，忧虑。Hello，我们要开始上课了。黑白黑。好，我先出去。你俩站一点，你俩站一点。书里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那只是我的渴望。他房间里刚换了灯泡，他刚吃了饺子手指上的清香，他忘了把胡子刺了。你告诉我，我求你了，我求你，你去告诉我这一次，你告诉我我就不烦你了，你告诉我。是这样坐在他旁边，我就觉得够了。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爱着他。不是，不是，是不同的。干净的，我的娘娘，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是富裕的。我的欲望是怎样的向你涌来？我插上你的脚背，我知道，淹没你的双腿。他试图把你彻底吞噬吗？你知道的。
你知道。王鑫，你可以说一说你有多爱未来，你告诉他。不知道。但我爱我是，就像他不爱我。所以我能同情你，但我不爱你，因为我们是一样。还是我冲进办公室，把你摁倒在地上，然后被抓进局子里面。挺好，不错，好。你们俩都不错。从那态度来啊！你要干嘛？你接受就行，你真实接受就行。上海，我爱上海。上海让我成了我，我爸成了我爸，我家成了我家。可是我却使上海丢了脸。第二天，我拦下他的私人飞机，我拔出手枪，指着他的保镖，我对他说：“滚！你给我滚！”我冲上飞机，我说：“小姐，面来了，王婆也来了。”他并没有吃面，他走到王婆面前，捧起王婆的脸，端起面问我：“锅气呢？”我说什么锅的气，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转身问王婆：“这么好的面，是不是应该有锅气？”王婆点点头。他接着对我说：“我的飞机前面是厨房，这里是餐桌。从厨房到餐桌总共有5米，在这5米里头才叫锅气。”永别了，忘掉罗马假日，忘掉葛什里尼。你是一个 new money。他走了，他头也不回的飞走了，飞去了东京，他再也不回来了。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站在路上，我一回头，王婆居然在冲我笑啊！事后我访遍了文人雅士，我问他们，我怎么才能把我的面子和上海的面子找回来？他们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就是来找你，马走日。给客人说明了吗？找我，马走日。然后我们谁扔给你，你就跟谁说。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行吗？但我们不能同时啊，好吧？来，准备，你正着该说。左耳靠近心脏，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如果有人在我的左耳说甜言蜜语，即使我听不到也没关系，我一直在等待那个人。17岁那年，我一直期待有人在我的左耳说甜言蜜语，可是他不是那个他，爱情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上帝作证，我是一个好人，我成绩优秀，吃苦耐劳，尊敬长辈，助人为乐。遗憾的是，我的左耳听力不好。如果你站在我的左边跟我说话，我就有可能一点都听不见。我就有可能一点都听不见，我就有可能一点都听不见，我就有可能一点都听不见，我就有可能一点都听不见。然后呢？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啊，是吗17岁以前，我是那样单纯的爱着我自己，就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心的人那样单纯的爱着我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心的人那样单纯的爱着我一样。然后是什么来着？哦，医学专家说过，左耳靠近心脏，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即使我听不到，如果你在我的左耳说甜言蜜语，即使我听不到也没关系。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在我17岁那年，他出现了，他叫许哥。好，可以了，听他的声音，你就拿着这个说就好了。
都给你，拿手就好了。说他。17岁，他叫许哥，跟娃娃说。他叫许哥。你正常玩着。对，这咋玩？没玩过娃娃。当成你的孩子，你过1个月就要当妈妈了。因为我不管我下定多少决心，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你要是知道答案的话，你告诉我好不好？你们4位都不认识啊，你们只是今天在这儿检查得结果。你们前2天可能因为酒后与一个陌生的人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你昨天知道这个人他有艾滋病，所以你今天刚刚验完血在等待结果。待会儿我会把这个结果叫到谁的名字，阳性是有事儿，阴性是没事儿，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带来什么样的情感，你会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我不会说开始，也不会说结束，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当中。江恒，你的报告出来了。邱鼎杰，你的报告出来了。邱鼎杰、江恒，对不起，你们刚才的报告我拿反了。江恒，请互换。黄鑫，你的报告出来了。李佩恩，你的报告。
江恒，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想什么？就很纠结，我就很想找个东西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呢？又害怕，然后又想没那么背吧的同时，你会想到，就会想到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放心。我觉得很丢脸，想找人家付钱，然后想不好，想跑，并且想着怎么跟家人亲戚怎么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很开心，这几天整个下来，我觉得对你们会是有帮助的。我为什么要问你们4位啊？因为宇芬，你的只是你的，他的是他的。你可以从别人那儿得到你没有的，但也许对于高图来说，他的脸面要比他自己的感受更重要，所以他下意识的行为，他就不会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等，他会害怕，他更害怕的是被别人知道，而大过他自己肉体上的折磨。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要问你们4位的原因，就是在于你可以从别人的那个当中得到有可能是你接下来那个人物的一个行为，而不光是你李佩恩的啊。明白了。让这个情境在自己生根生发，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出来，这个情境你会出来一些态度，然后最后你要完成剧本交代你最后完成的目的行为，这个就是你们要产生的链条，好吧？我不说太多了，因为说太多的对这个东西不如做。现在马上你们俩一组，就他俩是一样。那天晚上你和黄鑫一块儿跟那个女孩发生了关系，只是你不知道。他那个女孩有问题，他知道有问题了，所以他去检查了，回来之后他是阳性，所以他现在觉得你有可能是，所以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清楚了吗？清楚了。我的天哪！你们玩的好花，没有那儿想，只是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解释清楚，因为那个就需要更多逻辑的问题，对吧？我可以说你们2个共同出任务，感染了一个什么病，也可以，太多了。对吧？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会离你们生活更理解成本会更高。我觉得这个更直接一些。我看的不是你说这个病，我看的是你们怎么建立人物关系，完成这个事儿，好吧？哎呀，我来的挺晚啊，干啥去了？现在才6点，还有希望。我没惹你吧？你这表情对吧？那你掉钱了？没有。你有人就爱做事情。不是，你哼啥啊你？啥？问你别不要对我表白吧。我不接受。你这啥意思？你跟他就是特别好的朋友，你跟他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的。你想要什么其他的？你跑啥都就是好哥们儿，特别好的。我来这儿就给我送，没有其他的相关。没有，没有，就是好兄弟，有情感，然后在一起，原来更情感好。
怎么这么可爱？也挺烂的。难怪他说就是朋友。那我去死！哎呦！哎，我真给他气死了，这他吵架了，疑神疑鬼，我啥也没干啊！我真服了，我真的是一遇到事儿就会哭。你干嘛呀？吃饭呀，到点了。你先吃吧。哎，要不你还跟他说说吧。别吃了，咋回事？别哭，肿了。不好意思，你还有什么空窗期什么的？你在哪儿测的呀？这是。好，可以了。张恒，现在开始做练习，问题暴露出来，好事儿。解说性表演，生怕人家看不懂，任何的事情都要加旁白，一定要杜绝这个东西。下面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已知的戏的情况下，看你如何让我相信，而不是看你如何解释给我听。如果你的表演是解释，你的台词是解释，你就把观众当大傻子，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俩是最好的哥们儿，早就知道你那时跟他一起发生的那个事情，早就知道李佩恩是阳性回来要跟你说这个事儿，人看的就是你怎么接受这个事儿。他怎么跟你说，而不是你要告诉观众。哎呀，回来晚了，晚回来去哪里了？怎么了？就非得问，快掏条吧，快点，去哪儿了？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呀？又这样，你把人家这心理潜台词都说出来了。没关系，现在的感觉土儿又调皮。明白吗？这多了。但是会越来越好的，去掉解说情况，一点都不会去让人觉得刻意，因为你是真发现，就不会刻意。是，你本来是发现了，然后你假装不发现，这才刻意呢。对，尤其又那什么了一下，恍惚了一下。听懂了，听懂了，听得很懂，真懂了，真懂了，懂了。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啊。懂了，懂不懂？就是懂了。其实你要真那下发现了，是因为你真发现了，所以绝对不会刻意。我说一句怎么了呀？我这一进来，然后我说完我爸说，哪有可能你说一句怎么了，我就跟你说怎么了？你的那个发现和你说怎么了是两个事儿啊。你怎么了，有可能就随口，我能理解。但是这个选择的权限是在你身上，我只能给你一个小的我的感受上的帮助。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发现了，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你没发现，你就没发现。但是你千万不要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你发现了，但是你怕刻意，所以你选择不发现这个事儿，这个是不可以的。